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想邀请你们踏上一段充满智慧与启发的旅程，去探索一本改变无数人思维方式的书籍《黑客与画家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保罗·格雷厄姆 （Paul Graham），一位在计算机科学和艺术领域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。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程序员，更是硅谷最成功的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联合创始人。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各种信息淹没，而《黑客与画家》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们指引方向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编程或创业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思考、如何创造以及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记的指南。那么，为什么这本书如此重要？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像黑客一样思考，像画家一样创造，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将学会如何打破常规，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，以及如何将你的想法变为现实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你的生活中，是否曾有过一个想法，一个让你兴奋不已、彻夜难眠的想法，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？也许是因为缺乏技术，也许是因为缺乏勇气，或者仅仅是因为你不知道从何下手。黑客与画家正是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。保罗·格雷厄姆在《黑客与画家》中，将编程与艺术创作进行了深刻而富有洞见的类比。他认为，黑客和画家都是创作者，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解决问题，更是创造美和价值。格雷厄姆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。1. 黑客与画家的共同点：创造与创新。格雷厄姆在书中首先探讨了黑客与画家的共同点，即他们都是创作者。黑客不仅仅是编写代码的人，他们更像是数字世界的建筑师，而画家则通过画布和颜料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。创造力的核心在于打破常规，挑战现状。黑客和画家都具备这种能力，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解决方案，而是不断寻找更好的方法。这种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艺术和编程，也适用于任何需要创新的领域。要像黑客和画家一样思考，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创造者心态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勇于尝试新事物，不怕失败，并且始终保持好奇心。具体来说，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：一、持续学习，不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；二、动手实践，将想法付诸实践，通过实验和尝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；三、接受失败，将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，而不是终点。格雷厄姆在书中提到，许多成功的黑客和画家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，例如托马斯·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，经历了上千次的失败，但他从未放弃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创造者心态的体现。2. 编程的艺术，代码及表达。格雷厄姆将编程比作一种艺术形式，认为代码是程序员表达思想和创造力的媒介，就像画家用画笔和颜料来创作一样，程序员用代码来构建他们的虚拟世界。代码不仅仅是实现功能的工具，它更是一种表达方式。优秀的代码不仅功能强大，而且结构优美，易于理解和维护。编程的艺术在于如何用简洁而优雅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要像艺术家一样编程，我们需要注重代码的质量和可读性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：一、代码简洁，避免冗余代码，保持代码的简洁和清晰；二、模块化设计，将代码分解成小的、可管理的模块，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；三、代码审查，通过代码审查来获取反馈，不断改进代码质量。书中提到，许多优秀的程序员都像艺术家一样对待他们的代码。例如 Linux 操作系统的创始人林纳斯·托瓦兹 Linus Torvalds 就以其简洁而高效的代码风格而闻名。他的代码不仅功能强大，而且易于理解和维护。3. 创业的哲学，从小处着手，快速迭代。格雷厄姆在书中分享了许多关于创业的宝贵经验。他认为，成功的创业公司通常是从一个小而具体的问题出发，通过快速迭代和不断改进，最终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。创业的核心在于快速验证和迭代。创业者需要迅速将想法变为产品，并通过用户的反馈来不断改进。这种方法不仅降低了风险，而且提高了成功的可能性。要像创业者一样思考，我们需要具备以下几种能力：一、快速原型制作，迅速将想法变为原型，进行测试和验证；二、用户反馈，积极收集用户反馈，了解用户需求和痛点，持续改进，根据反馈不断改进产品，直到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。书中提到 Y Combinator 孵化的许多成功创业公司都遵循了这种创业哲学。例如 Airbnb 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网站，帮助人们在会议期间出租他们的空房间。通过不断迭代和改进
，Urban 最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民宿平台。4. 设计的原则，简洁与功能并重。格雷厄姆认为，优秀的设计不仅在于外观的美观，更在于功能的实用。设计的目标是创造既美观又实用的产品。设计的本质在于解决问题。优秀的设计不仅要解决用户的问题，还要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。简洁和功能并重是设计的核心原则。要像设计师一样思考，我们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：以用户为中心，始终将用户的需求和体验放在首位。2. 简洁至上，避免不必要的复杂，保持设计的简洁和直观。3. 功能实用，确保产品功能实用，能够真正解决用户的问题。书中提到，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苹果的产品不仅外观精美，而且功能强大，易于使用。这种设计理念使得苹果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。5. 团队合作，多样性是创新的源泉。格雷厄姆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创造力。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带来不同的视角和经验，从而激发更多的创意和解决方案。团队合作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效地整合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资源。要像团队合作者一样思考，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： 1. 尊重多样性，尊重团队成员的不同背景和观点。2. 有效沟通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，鼓励团队成员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意见。3. 协作共赢，通过协作和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目标。书中提到，许多成功的创业公司都受益于多样化的团队。例如 ，Google 的创始团队由2位具有不同背景和技能的创始人组成，他们的合作和互补为 Google 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黑客与画家不仅仅是一本书，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。通过这本书，保罗·格雷厄姆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像黑客和画家一样思考和创造，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在总结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教会我们如何打破常规，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，以及如何将我们的想法变为现实。无论你是程序员、艺术家、创业者，还是任何领域的从业者，这本书都能为你提供宝贵的启示和指导。现在，我邀请你们行动起来，去阅读《黑客与画家》，去实践书中的理念，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未来。记住，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、尝试和改进。正如格雷厄姆所说，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完成的，而是靠坚持。所以，不要再犹豫，不要再等待，现在就拿起这本书，开始你的创造之旅。相信自己，相信你的能力，相信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黑客与画家能够成为你们人生旅程中的良师益友。祝愿你们在创造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谢谢。